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日本着手研究台湾事变的应对之策第二，深圳市人事地震18要时大换血那么一个是跟深圳人事有关，一个是跟日本的日美峰会之后日本的态度有关系那么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日美峰会之后日美峰会的联合声明其实讲到了台湾问题，所以外界认为台湾问题已经成为日美峰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成果，就是日本已经介入到台湾海峡的这个问题当中来。那么之前呢，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说，这个菅义伟说日本不会出兵台湾台湾事变那么这个报道明显是在误导那么我们曾经专门回应过这个报道，分析这个报道的不正确，因为这个报道其实是暗示日本在美日峰会上的这个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但其实是没有日本在稳步的推进美日峰会上达成的这种政治共识这个政治共识是什么？就是日本会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当中的扮演一个角色那么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也就是它会改变整个的东亚地区的政治局势那么我们讲今天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新闻？今天这个新闻实际上在证实日本方面在稳步的推进关于美日峰会达成的这个政治共识，就是日本要为美国在台湾事变当中提供支援和支持，甚至要配合美国的行动那么先说新闻中国海警局4月25号在他的官方微博上这么说日本海警2301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宣示，这是个主权宣示那么日本海上保安厅说25日上午10时15分有4艘中国海警局船只相继进入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他就说他的日本，既然你说中国领海，他就说日本领海，近中午进入领海外碧莲区四艘船在钓鱼台西南偏西海域驶入日本领海，其中一艘搭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日方指这是4月13号以来再有中国公务船驶入尖阁附近领海，为今年起第15天包括比连区在内已经连续72天在尖阁附近发现中国公务船那么这是一个引子你可以看中日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关系。然后日本共同社和多个日本媒体报道所以这件事情的这个可靠性是比较高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美日首脑峰会之后台湾的局势成为主要议题那么日本方面正在根据2015年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安全保障有关法案全面梳理3种事态日本把他们的安全定为3个事态，第一个叫重要影响事态，就是很有重要的影响对日本有重要的影响。第二个叫存立危机事态，就是会影响他的国家的安全了，就是存立就是存在的问题就是国家存在的问题就是这属于一个危机事态。第三个武力攻击事态，武力攻击事态就是受到武力攻击了，就已经不是危机了，是已经发生了事变了那么根据3种情况检讨自卫队的角色，分别
分别是向美军做出后方支援，行使对防护美国战舰的集体自卫权，以及防卫日本行使最低程度的必要武力。那么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一旦美国与中国在各种情景下因台湾发生这个中美军事冲突，在日本严格的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范围之内，因为日本有一个和平宪法，和平宪法其实制定的，它不仅仅是说，日本要保持和平，不是的，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啊，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限制日本动用它的军事力量进行动用它的就是限制它各种有相关的各种法律限制它动用它的军事力量。那么在这个条件之下，日本可以采取哪些回应的这个行动？包括这个法律包括什么？安保关联法就是修改后的这个自卫队法安保关联法，有10项这个法律那么会整符合其中重要影响事态、存亡危机事态，还有这个武装攻击事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它现在的唯一的武装力量，日本自卫队应该怎么样采取什么的行动才能符合现在的这个法律的框架？那么根据日本的规定日本现有的法律规定，如果出现了重要影响事态，那么日本自卫队可以为美军等外国部队提供后勤支援和搜救的这个行动这是一个然后如果出现了存亡危机事态，那么自卫队可以为运送旅中或旅台的日侨美国军舰提供护卫，反击针对美军等外国武装力量的攻击，拦截攻击美国军舰的导弹，以及在中国实施海上封锁、派出扫雷舰等任务，行使这个集体自卫权。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一系列的事变当中，他每个不同的事态，他能采取的行动是不一样那么菅义伟首相在这个4月16号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的时候，曾经当面表达说台湾有事台湾有事，当然就台湾出现了军事冲突类似这种台湾有事可能符合重要影响事态或存亡危机事态的看法。就是说菅义伟其实已经跟拜登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过就是关于如果台湾有事的话，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讲的是2个形态，一个是重要影响事态，一个是存亡危机事态那么消息人士说，目前驻日美军基地以冲绳为主，在解放军攻击美军时，冲绳可能面临威胁，特别是如果战事扩大到日本本土，那么直接受到攻击时，比如日本最西端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和尖阁诸岛，就是钓鱼岛，日本将行使个别自卫权，那么出动自卫队进行战斗任务另外，报道指出，2017年的时候，防务大臣小野四五典曾经在国会回答咨询的时候说，日本过去聚焦在北韩中东等有事的状态，但未充分讨论台湾有事时，日本可以如何进行集体自卫权。另外，如果日本遭遇武装民兵、渔船等非正规军队攻击时的灰色地带，亦难以判断到底属于重要影响事态还是存亡危机事态那么这是整个的新闻就是关于这个日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日本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国家，他们做事情都讲规矩。规矩是什么？就是他们已有的法律除非日本现在就修订它的和平宪法，否则的话，其实日本自卫队能做的事情多吗？不太多，并不太多。那么安倍首相之前其实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的理念就是要修改和平宪法，他的是要准备修改和平宪法，但是他没有做完这个动作他就离任。那么实际上现在日本国内也有人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就应该去修改和平宪法，那么让日本自卫队有更多的权利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在没有和平宪法没有动的情况之下，日本现在正在研究我在哪个范围之内我能做什么事情。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日本在具体的部署这件事情，就不是仅仅是跟美国达成一个这个政治共识就完事了，不是的，他在具体的推动这件事情啊。那么日本的防卫相安信夫在22号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中国非常的愤怒啊。他这么说，他在自民党议员会议上，在这个关于中国在钓鱼岛周边的活动说，他是这么说，他说中国正在以不起眼的方式一步步进行侵略，最终造成改变全局的情况，这绝不允许。安信夫还说，如果台湾赤化，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安信夫讲，安信夫其实把这件事情挑破了。那当然，安信夫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坚定的，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立场非常的坚定。他跟这个他兄长这个安倍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种言论完全是信口开河，极其不负责任。有这种人当道误导舆论，日本老百姓怎么能够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发展？怎么能对中日关系树立信心？我愿意强调巴拉巴拉讲一堆，这是一个情况。他说这个话呢，其实是有所指的，说日本老百姓怎么能够理性看待中国发展？日经亚洲报道那么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进行了一项民调这个民调是这么说，他说这个日本大多数民众支持政府参与追求台湾海峡和平稳定。这个民调很重要很重要。调查的起源是什么呢？就是美日高峰会那么美日高峰会联合声明里面提到就是说如果提到双方同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么这个重要性意味着什么双方会尽量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那么这是第一次双方提到这个台湾问题那么民意调查是怎么说呢？民意调查是这么说，74%的受访者支持日本参与追求台湾海峡的稳定，13%反对那么每个年龄层支持参与的度都高于反对那么超过60岁的民众74%支持，40到50岁80%支持，18到34岁69%那么这次民调是上个星期五完成对18岁以上的民众进行电话访问，有效的样本是1026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日方邀请中国专家加入核污染水处理的技术工作组。那么过去一段时间，这个中国其实是在这个菅义伟首相访问美国之前，那么中国向美国发起这个猛烈的外交攻势主要针对日本的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这个核废水排放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日本的态度很清楚啊，它就是透明度，提高透明度。它其实是邀请了邀请了中国，邀请了韩国的专家参加这个技术处理小组。当然，他也邀请了联合国原子能机构啊参加这个。那么日本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一个对冲动作啊，反正我也不想藏着掖着，那就请你们来呗，有意见就请你们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做法啊，这明智做法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从这条新闻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美日峰会之后的政治成果非常的明确，而且它将深刻的改变整个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格局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日本正在稳步的推进它和美国达成的这个政治共识，也就是说，日本会介入到台湾海峡当中去。那么目前有两个国家已经明确的，它会介入到台海问题。第一个就是日本，第二个是澳洲、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已经明确的表示，如果台湾有事，他会坚决的站在美国一边。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台湾海峡现在形成的局面是什么局面？就是一方是中国大陆，另外一方是台湾。台湾后面站着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啊，美国是坚定的表示，支持台湾啊。然后美国旁边站着另外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澳大利亚。现在的局势就是一个这样的局势，所以台湾海峡因为美日高峰会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形势上的改变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深圳市人事大地震啊，18个重要岗位大换血。那么这个叫一府一委两院全动，都是非常关键的岗位啊。那么我讲新闻，4月24号下午，深圳市6届人大常委会第54会议表决通过，任命秦伟忠为深圳市的代理市长啊。那么这是秦伟忠，他现在还不到50岁，成为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最年轻的一个。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啊，他最年轻的市长。那么任命张华为深圳市的副市长，黄曼娥为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同一天，监察委、法院、检察院、检察长全部换人啊。那么这都是市政府一级非常重要的岗位啊。张子欣辞任深圳市监察委主任的职务，那么由刘连生接任。万国营辞任法院院长，深圳市中级法院院长。张应杰接任。那么王艳玲辞任深圳市检察长，李晓东接任啊。同一天还有这个人事调整。王威辞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主任主委。那么贾兴东辞任深圳市工信局局长，于锡全接任。王有明辞任深圳市商务局局长，张飞梦接任。王延奎辞任深圳应急管理局局长，马红艳接任。然后这次调整包括8个人离任，10个人就任，而且这些岗位你可以看啊，中院、中检，然后就是这个工信局、商务局，然后是应急局啊，这都是非常核心的实权的岗位。那么这个级别、这个规模的人事调整，从市长下来换了个市长，换了个副市长，然后一口气换了4个局级干部啊，这个非常大啊。那么
引起我们关注的也是这个原因。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哈？当年这个薄熙来，薄熙来一被抓，然后就派哎呀，这个名字忘记了，去重庆做市委书记，然后重庆就大换血。那你想一下，薄熙来在重庆当书记啊，他上上下下关键岗位全是他的人。那么新的书记一去，把他的人全给换掉，基本上就他差不多就这种级别的调整，这个级别有点像那个级别的调整，就一口气把一些关键性的岗位，什么这个叫什么人大的副秘书长啊，什么这个检察院、法院几个重要的岗位，工信局是很重要的岗位，然后商务局也是很重要的岗位，剩下你看后面陆陆续续还会有啊。所以这种级别的调整，就我们看上去有点像薄熙来当年被抓的那个情况。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图画再拉大一点，你会看的就可能会比较清楚。这是什么呢？这个行动其实是20大之前全国范围的新一轮人事调整的一部分啊。那么当然，深圳的人事调整这个动静有点大，这个幅度有点大。但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要集中来调整，不知道，因为这个集中调整肯定是有意为之，因为如果他不想这么做，隔个1-2个星期再调整一批，其实效果会没那么扎眼。他现在集中来调整，肯定是发出某种信号，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集中来做这个动作。所以具体原因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深圳在北上广深4个，你像北京、上海是直辖市，那么广州是广东省的首府，深圳是副省级单位，在北上一线城市当中它最小，但是它油水最大，所以深圳的这些岗位都是很多人盯着的，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些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权争造成的激烈的冲突也不好说啊。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能够说明这一点。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陈桂如啊，先讲讲陈桂如。陈桂如就是离职的深圳市长。那么深圳市陈桂如呢，就62年啊，62年原来做这个2017年做代市长啊，已经55，当年已经2017年55岁了，比这个秦伟忠呢就年长5岁。他是土生土长的广东官员，籍贯是连江啊，从没离开过他的仕途从来没离开过广东省。那么应该是62年，应该是理论上应该是时间就到了啊，就撤了啊，应该是一个这样的。那么另外呢，这个张子欣跟万国营呢也都是广东干部啊。张子欣呢是河南人，然后他是中大毕业就进入广东的官场，先后在广州、佛山啊，在广东纪委任秘书长，2015年调到深圳啊。那么秦伟忠啊，我们重点讲讲秦伟忠啊。那么秦伟忠是央企，来自哪里呢？来自这个中石化啊，中石油、中石化。70后，71年7月出生啊。本硕博都是清华大学，从清华大学一直读到博士啊。那么96年到19年都在中石化、中石油工作啊，然后到2019年的3月，秦伟忠从这个中石油天然气的副总，很奇怪嘛，中石油的天然气的副总空降到广东，当副省长，这个非常奇怪啊，非常奇怪。然后现在再从副省长空降到深圳做这个市长。那么他在做副省长的时候，他管过这个住建厅，他管过住建厅啊。
那么有消息说啊，这次人事大地震跟这个跟深圳的这个房地产有关系啊，嗯，跟这个深房里的事件有关啊，我没有看到这个关联啊，但是我等一下讲一下深房里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秦伟忠呢，这次的书记就没有变，叫王伟忠，两个伟忠啊，一个伟忠书记，一个伟忠市长。这个王伟忠呢，也是清华的啊，清华经管学院的博士啊。那么当时是2017年，王伟忠当时是在太原任书记，空降到深圳当市委书记啊。那么这个陈如桂呢，就在广州，一直在广州，其实一直在做的广州市的政法委书记啊，然后后来就调到中山当书记。他去深圳之前是中山的书记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你可以翻过来看一下，过去从今年开始啊，全国性的人事调整其实全面推开啊。其中广东省，我们看一下广东省的人事调整。先说吧，石家庄换书记啊，张超超啊去石家庄当书记，然后4月23号，这个袁古杰啊茂名新的书记啊换书记换市长，袁古杰原来是茂名的市长当书记啊转任书记，然后庄月群当市长茂名，佛山换市长啊，郭文海当时做代理市长，那他原来是这个佛山的副书记兼这个顺德区，顺德原来是个县级市，后来被佛山并到顺德啊，就变成了个顺德区，他是区委书记啊，那么是佛山的副书记兼区委书记，那么现在就是区委书记做这个市长啊。然后就是4月9号啊，王志忠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啊，这个换这个公安厅。然后是广州市就任命了一批，3月30号任命了一批外事办主任，农业局局长，这个卫健委的主任，你看都在调整。然后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啊，这个陈建文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然后是调了一个谁去呢？调了一个一汽的副总到广东省当副省长啊，叫孙志阳。然后呢，宋福龙去做这个广东省的纪委书记，然后再去兼这个监委主任啊，监察委的主任。汕头这个换市长，曾丰宝做汕头市的市长。江门换市长，江门是吴晓辉任江门市长，然后又换几个局长，这个也是一口气换了1、2、3、4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水利局、国资委，然后这个大概就是3个部门啊。然后就是甘肃换书记啊，这个伊洪任甘肃省委书记，然后是17个央企啊换这个领导岗位，换了44个领导岗位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20大之前一大票的这个人事调整正在发生，所以这深圳市的这个人事调整应该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你可以看到江门也是这么动啊，就是市长一换，啪啪啪换3个局长。深圳这次差不多跟这个规模稍微再大一点，深圳是连这个法院院长跟检察长一起换，包括这个人大常委会的秘书长也换啊，副秘书长也换副秘书长有可能是秘书长可能到期，可能就退下他接，类似这种安排。所以深圳的规模还是很大，所以有点扎眼啊。
好，我们来再讲一下，有传言说这次人事调整跟这个深房里有关系啊。深房里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啊。4月4号，这个微博用户有个叫深房里装修队003啊，一个这样的用户啊，在微博上公布了102份深房里摇篮会员合伙炒房的材料103份，他把这个材料全部公布出来。然后针对这个举报啊，深圳7个部门在4月8号、4月4号他公布的这个材料，4月8号7个部门出了一个这个处理的公告7个部门包括住建局、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金融监管局、网信办、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啊，7个部门，基本上最重要的7个部门。然后发布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关于涉及深房里的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处理的通告，说对深房里涉嫌违法违规线索展开联合调查。那这个深房里呢，其实就是一个微博的账号，他的注册人叫李雪峰啊，是个大连人。他最早呢在深圳做这个装修行业啊。那么后来就炒房地产，炒房地产呢就，这绝对是个创新啊！他开了一个微博账号，就分享这个炒房经验，炒房经验呢就粉丝就很多，我没有看到他多少粉丝，我没看到他这个账号啊，没查到，然后就很多粉丝，呢，他就利用这个粉丝呢，就开始做这个购房导师，就是买房子的炒房的导师。他设计了一个什么呢？他其实设计了一个房地产证券化的一个投资方案啊。怎么个投资哈？我跟大家介绍，这个深房里呢招募会员它有2个级别，一个级别是叫 V Plus。V 加会员，V 加的会员这个会费是这个3980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级别呢叫摇篮会员，摇篮会员要另外再交9800啊。那么成为摇篮会员之后呢，深房里呢就为他量身定制一个购房计划啊。如果资金不够，他还会撮合买房的人一起合伙买，就是说你如果够钱，我就教你怎么去买房子啊。如果你钱不够怎么办？大家合伙买。那么，假如有一套500万的房子，他就切成50份，每人掏10万份，这就是什么？这其实就是证券化啊。然后它这门槛不就一下子就降下来，大家就深圳房价一直在涨啊，深圳房价一直在涨，怎么大家你有很多人看着干着急啊，手上就有个10几20万，你有什么用？他这个把这个500万的房产切成50份，每人10万，每份10万块，这门槛一下降下来，大家都可以参与了啊。那么，然后就一份10万块，那10万块实际上呢，当你把它切成一份一份的时候，实际上这就已经是证券了，它已经变成一个证券。当你变成一个证券意味着什么？你就可以买卖啊。那然后他还可以，他就做很多这种动作啊，就是这个深房里帮助他去申请这个购房资格，搞一条龙服务啊，找人代持你的房产。他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啊，那么也可以把这个钱借给他。这个平台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你有钱，他那个小程序里头，你有钱，你不想炒房，你可以把钱借给那些想炒房的人，就是，然后他又跟这个新的开发商合作，就是我推荐你的楼盘，当然中间有好处啊，然后就推荐各种各样的楼盘，包括前海啊、红山啊这些楼盘，而且这些楼盘这2年涨得很厉害。那你想一下，房价一涨，它的这些切的这个份额不就涨了吗？涨了的话，那不就你就能获利嘛，对不对啊？所以
实际上整个的运作啊，它的整个相当于什么呢？房地产证券化啊，通过切割这股份额，然后大家都可以投入。那么，然后就是这个通告是说啊，说这个关于举报人反映的深房里教唆啊，炒房人通过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获得购房资格的行为，一旦查实，当事人会被列入失信名单，并受联合惩戒。住建部将依法采取停止购房意向登记系统及合同网签系统，停止购买或者承租保障性住房，停止公积金贷款资格等措施。这就采取一系列的，就如果你干了这个事情，我就要惩罚你啊。这就是什么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共呢非常坚定的推动它的叫什么数字帝国啊？什么叫数字帝国？你可以看到啊，你可以看在这件事情当中啊，停止购房意向登记系统啊，合同网签系统，停止购买或者承租保障性住房，停止公积金贷款等资格等。你看这里面在前面3个这个系统当中意味着什么？你只要在这个系统的当然还包括这个失信名单啊，失信名单更厉害啊！失信名单你要变成一个失信人的话，你连高铁的这个票都买不到。所以呢，大家知道数字时代，中共把这个数字时代一用起来的时候，老百姓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无法抵抗，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工具。因为他手上的这些工具基本上可以把所有人捏死，所以他一直在推动实名制。实名制是什么？实名制去把你找出来，只要你把你能够从人群中找出来，我就有办法对付你。所以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啊。他还提出来一系列的这个处理的方案，我就不一一说了啊。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深房里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其实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的这个，大家知道，中国房地产涨了20-30年，一直在涨。那么，其实把房地产证券化这件事情，一定是市场有需要啊。当市场有需要，然后这个人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你说他违规吗？他当然违规。你做一个证券化的行为，当然是违规的。但是其实市场是有这样的需要啊，这是符合市场的发展的方向的。因为当房价涨到这个级别的时候，没有什么人能够参与房地产交易的人已经不多了。那怎么办？那大家合伙去做这个动作，变成一种可能，或者变成一种需要。因为我要参与这个房价，因为房价一直在涨。那我肯定要参与，我参与，可是我钱又不够怎么办？有个证券化的房产，我去买其中一份，这不就参与了？但是这个参与有个后果是什么？就等于大量的资金又跑到房地产市场去，这个当然是政府最愤怒的事情，因为等于他把政府想做的事情给破了。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大体上就讲这么多啊。2件事，一件事就是日本，日本正在着手研究怎么样应对可能发生的台海事变啊，他们做出的应对，这个应对主要是支援美军的工作啊。那么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最核心的环节，最核心的环节是什么？最核心的环节其实应该是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如果不发生修改和平宪法这个动作，其实他在台湾事变当中能够扮演的角色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深圳人事大地震18个岗位大换选，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岗位都调整，从市长到副市长一直下来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OK， 好，明谢 ，Ancon 谢谢，云儿谢谢，郭喷塞谢谢，魏长谢谢。提问：日本、美国这1个月来的举动是否形同实质上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某种程度上于台面下否认一个中国的原则？那美国的基本国策是什么？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国策有2点。第一点，一个中国的政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他不承认中国应该是分裂的主权，所以他基本上不承认台湾独立，这是第一个。所以美国的基本国策第一点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没有变啊，拜登政府没有改变过这个政策。第一条，第二条，台海和平、台海现状不能用武力去改变台海现状。什么叫台海现状？就是中国大陆不能武力统一台湾，不能武力攻台，美国协防台湾，这是美国的基本政策。日美首脑峰会啊，日美峰会达成的联合声明，其实它的共识是什么？它的共识是第2部分，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维持台海现状，中国大陆不能武力侵犯台湾。那么如果侵犯台湾，美国会协防，日本会站在美国一边，这就是这次的这件事情的全部面貌。至于台底下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一个中国的政策之下，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国的啊，一个中国的政策之下，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是一个中国啊。至于谁代表中国，美国没有说啊，美国没有立场，美国是说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啊。情况，网络上看到很多日本人含日本记者反映，有中国人跟他们说，冲绳应该是中国领土，包括钓鱼岛、钓鱼台在内。日本慢慢认为，台湾若遭统一，冲绳也会被中共囊中物。另外，日本人声援香港民主新闻下面会有很多粉红五毛用蹩脚的日语说，那冲绳应该宣布独立，你们日本人也没关系吗？日本人回呛时，可以看出他们对小粉红的蛮横无理和不当类比感到可笑。其实我是觉得中国方面已经有2个态度啊。第一个态度，中国已经认定日本已经做了决定啊。你可以看哈，2点，第一点，在钓鱼岛的这个情况下，中国不断的派海警船去钓鱼岛，强化对他在钓鱼岛领域的这种管辖的状态。当然，中国的这个举动明显是激化他跟日本之间的摩擦跟矛盾。如果他不是已经认定日本已经做出决定要站在美国一边的话，他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你做这个动作不是把日本往美国这边推嘛，你理论上应该把他往回拉，他不拉，他是给他施加压力啊。你施加压力，要么你就是吓唬他，要么你就是认定他已经站过去了，我就放弃你，我就不拉你了，我就把我该控制的就控制住就好。所以你包括冲绳这个讨论，其实在去年年底已经开始有，就是中国针对日本的这种姿态啊，就是冲绳本来也是中国的，那其实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日本也是应该是中国的，对吗？那朝鲜半岛也应该是中国的，多了去了，越南也应该是中国的，多了去了啊。所以
现在这个情况，中国在做这个动作，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他已经认定日美已经变成一个，日本已经站到美国一边，已经改变不了啊。提问：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将是相当敏感的，会直接影响到两岸的民族主义情绪走向。日本应该有更大的格局和胸怀来对待地区问题，而不仅仅是局限在自身利益上。请问王先生对此有何建议？日本的更大的格局和胸怀是什么？日本站在美国一边才是有更大的格局和胸怀。为什么？你想一下，在整个的东亚地区，所有的冲突、所有的不安定、所有的暴力和这个战争的来源都来自哪里？都来自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朝鲜。你看，中国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对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源头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朝鲜半岛，就是朝鲜对韩国甚至日本进行武力威胁。你看这是同一个阵营，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这样。如果日本因为跟中国做生意，为了自身的这种经济利益，放弃它整个你说的这个大的格局、大的胸怀的话，日本为了蝇头小利，放弃它在东亚的应有的位置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如果日本袖手旁观，不支持美国，那美国也可能，如果美国也跟日本也一样，也袖手旁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孤立无援。那整个的东亚的局势，如果真的台湾被大陆武统过去，你想是一个什么局面？对于整个东亚的局势来说，那发生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对美国不可接受，对日本不可接受，对韩国也不可接受。其实整个的亚太地区的形态就为之一变。所以你说的非常的好，就是日本做这个决定是有更大的格局，这是毫无疑问。我认为菅义伟做的这个决定呢，超出大家的想象，或者超出大家的预期。原来以为菅义伟没有外交经验，没有外交经验意味着什么？就是这种地缘政治的格局看不到那么大，但是实际上不是的。菅义伟还是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跟美国站在一起。至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什么？是尿壶。什么叫尿壶？尿壶就是有尿的时候用一下，尿完之后就扔下去，扔到床底下去。中共是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而已。民族主义情绪1秒钟可以给它刺激起来，上热搜就刺激起来。民族主义1秒钟给它摁下去，把热搜取下来，一删帖子全没了。所以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呢，是个尿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是个尿壶啊。观点：通过美国政府，韩国已经敲定了2倍以上群体免疫数量的辉瑞疫苗，美国也开始支援印度抗疫。看来韩国和印度站边已经很明确，非常正确。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的半导体战略对韩国和台湾是有利的吗？你说呢？没有利益的话，他们怎么会这么做？大家知道，对美国来说，他需要台湾的支持啊，他需要这个韩国的支持他的半导体战略啊。半导体战略就是让韩国的三星，让台积电，其实应该会有更多。你要知道，韩国也好，这个台积电也好，三星也好，它都有很多的配套厂，它其实不是一个仅仅是在那建厂的问题啊，它很多的配套都会跟着一起去的。所以呢，这个对韩国也好，对台湾也好，它非常重要。为什么？
他在建立和美国的半导体行业的这种关系和纽带，大家只会觉得这件事情对美国很重要，因为美国把产业链拉到了美国本土啊，一方面有投资，投资当然有好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解决了这个他们的产业链安全的问题，所以对美国是有好处的。那么是不是韩国跟台湾就吃亏呢？当然不会吃亏，它是去占领这个市场。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它有巨大的需求，所以当然也是有好处的。没有好处他怎么能干？都是商业机构，赔钱的事情哪有人干啊？提问王老师怎么看待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出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法案表示，联合国2758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不涉及台湾和台湾人民。我还没有看到，抱歉。观点：深房里事件必然有官员来背锅，只是不知道是谁。为什么呢？我真的为什么？你可以看哈，从深圳这个人事调整，传言就不断的有人在这个深圳人事调整方面的新闻下面放深房里事件跟它的关联，但是你看不到它的关联，它关联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深房里你可以看啊，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官员参与？不需要官员参与啊。深房里为什么要官员参与？深房里他就是一堆粉丝，然后他用这些粉丝的力量来做生意嘛。其实核心的是什么？他的商业模式我跟大家讲，基本上就3个，我数给大家听，你看一下有没有官员能够参与，或者需要官员参与。第一个，跟粉丝收费，收会员费，这是第一个商业模式，官员参与不了吧？第二个，证券化，把房产证券化，它中间可以拿好处吧？第三个，推荐房产，推荐这个楼盘，跟楼盘拿好处，跟它有没有关系？对吧？它主要的商业模式这3条。那么这3条里面，跟官员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到，他根本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帮他背书，他就可以就够了。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文章啊，深房里这件事情一定有文章，这个文章到底什么，我现在不清楚。但是，肯定是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好吧？等我知道，我可能向大家报告。提问，请问王老师，深圳的政治地位真的比广州低吗？深圳市委书记一般是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是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不是，深圳市委书记也是，深圳市委书记通常是省委常委，然后广州市委书记也是省委常委。一般来说不会是副书记，因为现在按照这个配置哈，现在按照现有的中共的配置，它通常是一个省委书记，一个是省委副书记。省委副书记是一个专职的副书记，他专门管党务啊，这是个专职的副书记，他不会是一个市委书记来兼市委书记，不会的。这个专职的副书记，专职副书记专门抓党务啊，所以不会有副书记，除非他是个过渡性的安排，就是调这个副书记去做深圳市委书记，他临时还有一些岗，还有一些工作没交接完，他最终不会是省委副书记的啊，所以从级别上来说，这2个岗位应该是深圳市委书记和广州市委书记应该是同一个，都是副省级。地位嘛，政治地位不好说啊，不好说啊。你想一下，广州市委书记、省府啊，省委在广州啊，那么省委书记跟广州市委书记肯定比较近嘛，对不对？那离老大近的，通常政治地位高一点。但是深圳又是一个特区啊，它有特殊性，深圳跟中央的关系更密切一点。所以深圳经常是保持跟中央的关系更密切一点。那么，但是这些年经常都是从广州
派干部去深圳当书记啊，当老大，所以基本上不好讲啊，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变数啊。情况，山东省委书记刘嘉毅即将调离，都说换成习近平的人。现在中国领导层已经逐渐形成坚定的习派领导。20大之前，省委领导大部分已经被习派的人占领。习近平继续领导中国势不可挡，未来10年内已经基本无人可以撼动。现在国内已经基本没有意义，以后再改变难上加难。当年江泽民的时代也是这样，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样改变啊？有什么不可改变？没什么不可，只要上面的人一变，下面都变了啊。所以，除非上面的人不变，所以我们在星期天的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的节目当中，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习近平。习近平他会不会在20大连任啊？就是再多做5年，或者是一直做下去？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确定啊？有的人讲，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台湾的议题。有人说，因为这其实是个矛盾。有人说呢，习近平呢以台湾议题为理由，说我应该多干5年。我要解决台湾问题啊，那么于是呢，他就以这个为理由多干5年，或者是一直干下去。那么翻过来，有的人又说啊，习近平一定会武统台湾，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要建立他的工业啊，所以建立他的工业呢，所以他就要去武统台湾。大家有没有看到中间的因和果？它是互为因果的。越是互为因果的事情呢，他们关联度越不高。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再干5年的可能性和习近平在20大就下台的可能性都有，不能够排除另外一个可能性啊，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改变。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允许人民币无风险套利，最终的结果是实际好处比较大，还是面子上或者是威势上的好处比较大？都不是，就是你不要老觉得是面子上的，没有面子上的问题，都是利益上的问题。人民币允许，它不是允许人民币无风险套利。是人民币要维持它现有的汇率，它必须维持和美元的息差。如果人民币不能够维持它这个息差，人民币的汇率是撑不住的。这是第一条，这跟面不面子没关系啊，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汇率政策啊。那么这个汇率政策，它需要人民币的息差来维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息差，所以这个热钱会跑到中国去套利。这个套利它有风险，它有风险怎么办？它就对冲呗，啊，做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对冲，就是它有汇率风，其实风险来自于哪里？风险来自于汇率。那么这个热钱做好汇率风险的对冲，然后去套利，那就叫无风险套利。所以这不是面子上的问题，是客观存在。那对它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维持你的汇率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处。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1950年代的杀地主、杀资本家阶级斗争，是不是种族灭绝的一种类型？按照现有的种族灭绝的这个定义，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是，不仅仅是杀地主、杀资本家是一种种族灭绝，而且文革当中对黑五类的行动也是种族灭绝。黑五类全是种族灭绝。
所以中共其实干尽了坏事啊，就是你可以看从中共建政到现在啊，从一路数下来，都是种族灭绝，都是种族，反右不算种族灭绝嘛？算吧，啊，反右算吧，啊，文革算吧，文革对黑五类的这个迫害算吧，这个你说的这个杀地主、杀资本家算吧，都算了。提问：国内推行保密法，要求大家必须做题，请问王老师，这有什么深层含义？题做这些动作只有一个目的，这个让政治气氛紧张起来，让政治气氛紧张起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为他进行更严厉的控制，就是控制人群，提供说法，给借口，提供理由。你看，我们现在面对很强大的敌人，他们在对付我们，我们要采取各种严格的措施，其实它就是人群控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他采取各种打击手段、打击异己的手段提供说法，就这两个东西，没有什么深层。中共的意图都不深层，其实都很直白，就是让他准备干坏事。提问为什么中华民族每次在历史选择的路口都会选择最差的？从辛亥革命以后，每次选择都是最差的，是人的问题吗？因为都是坏人赢，所以选择都是最差的。就是从中共出来之后，中共出现之后，那么一直都是坏人赢，好人输，所以你选择就是最差的。那么为什么坏人会赢？有很多都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所以中国人更倒霉一点，就这个原因，跟中国人也没关系，中国人自己有一点原因，但是也更多的是历史的原因啊，历史条件的原因啊。你比如说像国共内战的时候，美国会放弃民国政府，那你怎么办？他放弃了，他不去支持他，那不就打输了？如果美国当时全力支持民国政府的话，那不一定打输的呀，那是不一定会打输的啊。情况坐标上海，今天去商场发现很多人在拉横幅，宣传公安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要求扫码做题目，做完题目可以领免费的水果一盒，路人纷纷躲避，偶尔有贪小便宜的人上去做问卷。请问王老师，这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就是你想一下，公安是干什么的？公安就是收拾老百姓的，你还有别的吗？它还有别的功能吗？没有别的功能啊。那做这个动作不就是要当然一方面要交差嘛，对吧？上面安排任务要交差嘛，怎么才能完成这个差事？那给大家一些好处嘛。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真实的意图就是，你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反诈骗 APP 呀，这都是一路啊，都是一路的，就是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人身控制啊。提问想听听王老师如何看待 B 站校招歧视事件和面试官的迷惑发言？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抱歉，我看完了再说啊。观点：赵婷拍美国底层人民流浪生活，照理说是中共最爱的题材，因为显示民主富强的美国还有这么潦倒的一面。结果中共连微信都不让讨论赵婷，反之，这样显示美国丑陋一面的题材在美国不但能拍成电影，还能拿奖，显示中美两国气度高下立判。赵婷为什么被封杀？当然跟别的原因有关系，跟什么？是什么点？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我一下子又忘记了。赵婷我们回头再说吧。赵婷这个题目值得跟大家好好的讨论讨论，好不好？观点，请老师考虑把每次提醒打卡后加一条，请大家点赞。现在直播快结束了，在线人数7000多，但点赞只有800多，
提醒大家动一下手，好，提醒大家动一下手，帮我们点个赞，好不好？谢谢啊，谢谢大家啊，点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好，明谢自由雕塑公园 CA， 谢谢。昨天新闻插座里发言的初中小朋友很可爱，不过我也很担心，一个清醒的中国人在中国教育系统里是异类，会很不开心，不一定会不开心啊，不一定会不开心，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加入我们的会员，请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